一家三口疯狂自驾5000公里游美西的第7天，从 Oakdale 一路往东，向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出发。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我之前也没有去过，心中还是充满了期待。门票$35一辆车，3天内有效，价格还算公道。怪不得特朗普最近又想要给国家公园门票涨价了。进入公园区域后，路边的景色已经开始亮眼了。10月份不是优胜美地的旅游最旺季，虽然已经看不到著名的瀑布，但秋高气爽，温度适宜，也不是那么拥挤。来到 Half Dome View，这里可以看到半穹顶的景色，打卡拍照先。2,100 feet。那我们上来吗？你上呀。这次没有时间仔细探索，只能走马观花。停车场在巨大的红杉树林中。停好车，稍微逛一下游客中心纪念品商店，已然到了中午。进入到快餐店中，还是用一顿白人饭填饱肚子。说实话，在美国顶流的国家公园中，这种餐馆的价格并不贵。好吃吗？不像国内著名景区内餐饮价格高得离谱，但换算成人民币那就贵了。经过领导指明方向，在优胜美地 Village 里稍微逛一下。那个小孩蛮酷的嘛。戴着盔甲，但是我不用，嘿嘿。美国本地的孩子的旅游就是一家开着房车，带着自行车，到了国家公园就开始徒步或骑行，一待几天。原始的树皮帐篷和巨大的年轮，诉说着这片土地悠久的历史。博物馆里，小城堡在留言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一辆他最爱的小汽车。我们继续赶路了，穿梭在如画的风景中。路上竟然遇到一只熊妈妈带着熊宝宝过马路。偶遇一处冰山融水湖，湖水非常清澈。一位游客脱了衣服就向湖中心跑，在场的男女老幼纷纷喝彩助威。在这依山傍水的美景里，夕阳西下，让每位游客都不停地按下快门。时间不早了，该出发去今晚的落脚点 Long Pine 了。这是明天进入死亡谷之前的最后一个小镇。又吃了一顿汉堡薯条，吃的都要吐了。旅途过半，脏衣服也积累了不少。晚上体验了一下酒店的洗衣机和烘干机，价格是真贵，买洗衣粉、洗衣服、烘干花了$6，也没法在意公共洗衣房干净不干净了。第8天，我们买了一些水和食物，加满油出发勇闯死亡谷。在公园门口的大牌子遇到了一群来自西班牙的年轻人，租了一辆小 bus 在美国游玩，真快乐。死亡谷国家公园以极度的干燥和高温而闻名，好在现在已经是10月了，很难想象如果在盛夏时节，在死亡谷里徒步是一种什么感觉。在绕过9转18弯的山路后，终于来到了死亡谷腹地，这里是北美的海拔最低处，甚至有一片沙漠。其实早在140多年前，就有人在这里开采硼砂，被称作白金 （White Gold）。20头骡子拉着2辆巨大的货车，装满硼砂和水，耗费10天，穿越265公里的沙漠和山地，到达最近的火车站。1933年，死亡谷被指定为国家纪念地，由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接管，这标志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始。
为了方便游客和公园管理，当局开始修建和升级主要的道路。加州190号公路是死亡谷最重要的公路之一，穿越公园东西方向。它的前身是一条早期的砂石路，在二战后逐步修缮为一条现代化的高速公路。数小时后，我们离开了死亡谷，向拉斯维加斯开去。在快进入拉斯维加斯市区时，碰到了路边的火灾，竟然是一辆大巴车烧了起来。此次到拉斯维加斯，我们预定的是金银岛酒店，停车楼与主楼互相独立，由连廊相连，声称是住客就可以免费停车。我没有注意到 stop 标志，径直开了进去，被保安训了一顿。前往这条路线。Sorry? Oh? You don't see the big stop sign over there? What? Stop sign? It's Oh. damn big. Okay, okay. Did you see Stop. me standing here? Sorry? Did you see me? Yeah. Well, Yeah. why did you think I was here? To ask you, are you going to Treasure Island? Yes, I stay. Well, if you don't tell me that, I call in your license plate and your car gets towed. Okay, okay. 我们又不赌钱，晚上的重要节目是去看大球 Sephora 的表演。它是2023年9月29日正式开放的，全球最大的球形建筑。外表覆盖了大约5.4万平方米的 LED 显示屏，拥有120万个 LED 光源。大堂里有来自英国 Engineered Arts 制造的机器人 Aura 负责迎宾，很有科技感。内部也超级大，设有1.7万个座位，1.5万平方米的16K 环绕 LED 屏幕，视觉效果超级震撼，也是世界最大的高分辨率室内屏幕。整个建筑耗资23亿美元建设，据称70%的能耗来自于太阳能。我们买的是相对比较便宜的位置，一家3口票价也要一共2300多人民币，经费在燃烧啊！观众们的惊呼声足以证明这个全球最大的环绕屏的魅力。这就是与死亡谷这个不毛之地对比明显的纸醉金迷的拉斯维加斯。